款呢，给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法式刘海，那分区的高度呢是顶点往前1厘米。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发量来调整你的分区的高低。侧面呢分到的是这个侧部点的一个分区线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的这里退化点往后的客人呢，你可以分到边角也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看它的这个退化点有没有头发。然后呢，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先剪一个主刘海，从中间选择用1点放射的分发片。然后呢，分的发片呢一定要分得很细啊，分得很窄，大概1个手指的一个宽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分在正中间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拉到头型的45度，这是头型90度垂直，往下45度，拉到45度的位置上，然后我们确定好它的一个长度，把长度落在这个鼻子往下嘴的位置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往上的提升。然后呢，跟紧这里45度剪一个垂直的一个切口在这里。然后呢，第2个发片同样用1点放射分到瞳孔的位置上，眼睛珠子瞳孔。然后呢，把它靠向第1片的位置上，往中间带离发片。然后呢，同样剪掉，首位控制在鼻尖的位置上，往两边头发往中间靠。另外一边同样1点放射，再继续分到瞳孔的位置上，还是以中间的头发作为引导线。依然梳子梳发片往中间靠发片，靠到鼻子中间的位置上，同样跟紧引导线45度剪掉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主刘海就修剪完了。我们大部分的头发呢都是我们的副刘海。主刘海修剪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副刘海往高角度提拉，然后呢反方向的去拉，往反方向拉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跟紧主刘海的长度来进行修剪副刘海，剪一个去除的切口在这里，外边长，中间短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落下来以后呢，它就会随着我们的主刘海，然后呢越来越长的，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副刘海呢，它就会修饰脸型的侧面的腮骨，继续的往高角度的去提拉，同样呢跟着主刘海的位置上，然后呢依然剪一个去除的切口，那么中间短，两边长，修剪上来。那么落下来以后呢，同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跟随脸基线下来的一个副刘海。那么这个副刘海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是偏长的，我们再用向下的方法，把副刘海呢给它做个滑剪的一个形式，然后呢把副刘海呢给它剪短一点。副刘海长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向下，然后呢通过往后面就做掉，给它剪完以后呢，中间最长，两边都短的一个形式。这个副刘海最终的长度，然后呢给它锁定在下颚往下的位置上就可以了，包住脸型。然后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样继续把后侧给它划短，前面已经有越来越短了，我们跟着后面的头发确定好，然后呢往下滑，最终得到的长度在脸基线往下然后呢能包进来的位置上就可以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副刘海的一个修剪。那么中间呢稍微的给它有一点点的分缝，然后呢两边，然后呢跟着脸基线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牙剪的一个打薄。然后我们同样往高角度的去拉来，用牙剪打薄。在打薄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剪一个斜向面的一个切口，表面的头发不要怎么打到它的一个位置上，我们只需要把发梢给它揉合了就可以。然后呢，同样再继续把这个头发牙剪轻轻的把发梢打柔就可以了。每一片头发打完以后呢，就不要再连带不清的再打到它。包括副刘海，我们同样都把它的往高角度的去提升，然后呢牙剪直达发梢，越往高角度拉，打完以后呢落下来，其实它会更加的柔和一点。我们看一下牙剪打过以后的一个效果，梳下来 OK， 然后呢绕着脸型下来，你看到这个副刘海的层次是不是非常的柔和的就下来了。然后呢这个是这一边的一个打薄，然后我们继续这一边同样斜向的发片，然后呢45度提拉，同样，然后呢发梢的位置上可以多打一次。然后呢第2片同样斜向的发片，然后呢再继续还是一样的发干至发梢，再至发梢，再至发梢，高角度提拉。再向下一片副刘海，同样往前带，然后呢从发干到发梢，到发梢，到发梢，然后呢发干的位置上可以打一次，发梢的位置上打一次。然后呢下来以后就会得到这个。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发际线的地方，其实我们是不太适合去
打这个发根的，离发根最起码要有一定距离，因为如果遇到头发特别硬的，它容易弹起来，所以呢打薄的时候呢，从发干到发尾可以多打一些。我们最终打完了以后，要让这个副刘海的这个发梢是非常细腻和非常柔和的，看起来呢是非常碎的这种状态，由厚到薄到更薄到更薄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牙剪的一个打薄，然后呢最终形成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看一下干发以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。那么这种刘海的话，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方形脸和圆形脸这两种脸型，其实它都很好看，因为它增加了它的一个纵长感，然后呢又把它的两边的这个腮骨给它变得窄了，所以这种刘海的时候呢，非常的适合方形脸和圆形脸。那么这种梨形脸啊也蛮适合的，这三种脸型都可以剪这个刘海。那么什么脸型不适合呢？啊，比如说椭圆形的脸和瓜子形的脸，还有这个长方形的脸，它就会更加的变得长了。所以呢，避开这三种脸型剪这个刘海，它是没有问题的，都会很好看。